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好几天没做节目了啊，也不知道呢大家这个春节过得怎么样，有哪些呢回乡的见闻？那欢迎呢在评论区留下你今年春节过年的感受和回乡的见闻。那好，我们言归正传啊，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那在春节开市以后的第一天啊，大家看到 A 股的走势呢非常的不讨喜，来了个高开低走啊。但是这种走势呢也非常符合 A 股的特色啊，这 A 股经常就是低开高走啊，要么高开低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个板块的表现呢非常抢眼啊，就是有色金属板块。那这个板块的表现呢，也和开年以来啊整个市场的预期也颇为一致啊，市场呢有一种认为通胀预期回归的一种这种判断。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纽约商品交易所啊这个 WTI 原油期货的一个走势。那大家知道原油呢是大宗商品之王啊，它的走势的这种上涨啊走势啊，往往预示着这种通胀预期的回归啊。那在春节期间呢，原油呢也是连续上涨啊，走势呢非常的这个凌厉，那导致大家呢对这种通胀回归的预期啊更加的这种深刻。那第二个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铜的走势啊。那铜呢跟人类生产关系呢也是非常密切，广泛的用于各个行业啊，电力啊、电子啊、这个机械啊、能源各个行业都有铜的应用。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沪铜的走势啊，铜呢从2020年3月份啊那一波刺激啊，也是到现在呢走势的非常的凌厉啊，现在呢到达了63550元的这个位置，那已经远远的超过了1617年啊那一波这个复苏周期的那个高点。那通过我们可以看这个原油啊，包括铜啊，包括整个有色金属板块的表现啊，包括昨天有一些股票啊，这个有色金属的股票表现都非常犀利，我们可以感受到啊，整个呢市场对这种通胀预期的这种卷土重来。那说到这儿呢啊，我就有一个感受，就是说现在这种经济周期的这种变化呢是越来越快啊。比如说在2020年3月份之前的那一段时间里啊，或者说疫情之前，我们还感觉到一种衰退的一种感觉，尤其是随着疫情的冲击，经济呢迅速的进入这种冰点。那之后呢啊，通过全球央行的刺激啊，从衰退中呢迅速的这个拔出这个泥坑，进入这种复苏啊，复苏又很快又进入了过热啊，过热呢又会走向滞胀。就是感觉整个这个经济周期的旋转呢越来越快，那这样呢就让我想起了一个投资理论啊，叫美林投资时钟理论啊。那这个呢，相信大家也有所耳闻啊。那这个美林投资时钟呢，在我看来这些年啊，就越来越像一个风火轮一样，旋转呢是越来越快啊。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美林投资时钟。美林投资时钟呢是根据经济周期呢来进行资产配置的一套理论。在2004年呢，美林证券通过对美国1973年到2004年啊这30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一个统计研究以后，他发表了一个报告叫 Investment Clock。那他提出了美林投资时钟的理论，其中重点呢就是表述了这种资产的轮动啊，各类大类资产的轮动和经济周期之间的这种关系。那我们来这个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美林投资时钟啊，有些人可能不了解。那大家看这张图，那这个图呢，我们可以看到美林投资时钟呢，它把这个经济周期呢分为了大概4个阶段啊，比如说有这个衰退期啊，到复苏期，到过热期，到滞涨期。那在不同的这个经济复苏阶段呢，那有不同的资产配置的这种优先顺序啊。你比如说在复苏期呢股票为王啊，因为在复苏期呢，往往这个股票的表现啊，股票呢是经济的晴雨表啊，如果你还相信的话，对吧？那股票呢表现呢，往往会优于实体经济的表现啊，所以说在复苏期呢，股票为王啊，就跟我们这次疫情3月份全球央行进行刺激以后，很快呢，股市就迎来了一波上涨啊，迎来了这种复苏。那到了过热期啊，也就是现在啊，市场一致预期的这种状态啊，大家认为现在是一个通胀过热期，商品呢就是为王啊，大宗商品开始迅速的上涨啊，铜啊、铝啊、锡啊，各种有色金属，包括原油，对吧？然后到了滞胀期呢啊，又是现金为王啊，主要是货币基金啊这些产品。然后如果到了衰退期呢啊，比如说这个在2020年3月之前的那段时间啊，那就是债券为王，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央行为了这个把这个利率压低啊，刺激经济，所以呢债券就会上涨，所以在那个时候是债券为王。所以总体来讲呢啊，这个美林投资时钟呢，把它分为了这种4个周期，然后每个周期呢有不同的侧重点，大类资产配置的侧重点呢非常的鲜明。那其实在这个讲到这个美林投资时钟啊，我还想讲一点，就是说有一种数据的这个周期啊，领先于他们这种所有的数据啊，这个数据呢就是货币
啊，就是尤其在中国啊，我们要尤其去观察 M2 和社融的一个变化啊，因为这个数据呢是所有一切市场的最先行指标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在08年以后啊，不管是中国还是全球央行啊，都高度介入了这种经济活动。而在经济过热的时候呢，它就会给经济降温啊；在经济遇冷的时候呢，又会给经济刺激啊。这种高度的这种介入啊，其实是对这个整个经济周期呢进行了很大的一个干扰。好，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美林时钟啊，这个有人说在中国已经消失了啊，或者是不是失效了啊？其实呢，它并没有失效，也没有消失，它只不过呢是变得旋转越来越快了啊。我们比如回顾一下，从08年以后啊，我们在08年呢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啊，那个时候呢是一个衰退期，紧接着呢我们进行了这个4万亿的刺激啊，包括大幅的降准降息，那经济呢迅速进入了一个恢复期啊，就是0910年。那个时候股票的表现呢也是有目共睹的啊，这个指数呢也是翻了1倍多。那之后呢，整个这个大宗商品也有非常猛烈的表现，包括一直持续到10年底，对吧？而后呢又进入一个滞胀啊，乃至最后又进入11年、12年以后一个长期一个衰退期。所以这个在08年以后呢，当时有一个演绎啊，大概持续了4、5年。那在15年以后呢，其实我们又演绎了一次美林时钟的投资周期啊，就是15年以后，当时14、15年啊，因为这个房地产库存的问题，还有这个整个周期行业比较低落的这个一个现实的一个处境啊，那央行呢开启了这个一个刺激效应，也是多次降准和降息，对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有涨价去库存啊，包括刺激刺激固定资产投资这些种种的刺激措施。所以在16、17年呢，那又是一个小的美林时钟的一个表现。当时16、17年呢也是经历了这个核心资产股票的上涨包括大宗商品的上涨一直到18年我们进入了去杠杆的状态，又进入了衰退。所以说08年以后呢，我们至少有3个美林投资时钟的周期，而且这3个美林时钟的投资周期呢是旋转是越来越快周期呢越来越短。那尤其是2020年这一次的这个疫情的冲击之下那这个的美林周期呢给我的感觉是更短了，更快了，就是从衰退到复苏到过热到滞胀感觉可能1年时间了我们就可以经历美林时钟经历个遍。那实际美林时钟的这个经典的这个一个周期呢，它实际上正常来讲是5到7年正常来讲就是没有那么短。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央行不停的这个刺激经济，对吧？多次的干预这个经济，所以导致整个这个美林时钟的旋转呢变得越来越快了。那讲到这儿呢我想给大家再引申一下就是讲一下这个达里奥的他的这个债务周期的这个一个图形非常好那这个图形呢，它是在2008年达里奥当时呢发表了一个文章叫做经济机器呢是如何运行的。那2013年呢，他又把这篇文章呢制成了一部30分钟的短片。那这个短片呢，大家可以在网上搜寻可以看到非常经典的一个短片。那他这个短片讲到什么呢？主要就是讲到就是这个经济机器呢是如何运行的。其中呢有3个非常重要的变量一个是生产力就是红色的这条线。那还有一个呢是这个黑色的一条线，也就是长债务周期然后第3个呢就是这个绿色的线，就是短债务周期那大家可以看到生产力的变化基本是一条匀速的直线那长债务周期呢是长达50年到70年的一个周期是一个康波的周期非常的长那短债务周期呢一般是5到10年就是这个绿色的线那我们这么多年呢，就是从08年以后呢，我们做了什么事呢？我们主要是做了一个全球央行主要做的一个事呢，就是让这个短债务周期变得越来越短。那通过不停的刺激经济呢，它拉长了长债务周期这个长债务周期可能在比如说08年就需要全球经济有一个深刻的调整但是它人为的阻断了这种调整。那它通过不停的短债务周期呢去刺激经济拉长长债务周期这个阻止这种萧条或者阻止经济大衰退的一种到来。那每一个短债务周期呢变得越来越短刚才给大家分析过，就是说中国比如说08年以后有3个短债务周期08、09年那一次，对吧？然后这个15、16年一次，还有这2020年疫情以后这一次，就这个短债务周期呢越来越短所以你就会看到美林投资时钟呢它旋转的是越来越快
所以正是因为这种短债务周期的这个变得越来越短啊，然后刺激的量当然也越来越大，对吧？所以美林投资时钟呢，就像风扇一样旋转越来越快啊，而且这种资产价格的上涨的这个幅度呢也越来越大啊。接着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债务的这个堆积啊，全球债务的一个堆积状况。那全球债务呢，在2020年啊攀升的速度是非常迅猛。那全球债务在2020年呢，债务总计的债务第三季度啊超过了272万亿美元啊。那这个债务的堆积啊，还有债务占 GDP 的这个比例啊，大家可以看到也达到了270%多的一个300多360%的一个水平啊，就2020年攀升的速度是非常猛的啊。那这个呢，直接带来了什么？直接带来了资产价格的暴涨啊，包括这个全球房地产市场啊，包括这个股票市场的一些暴涨。那可以看到啊，这个纳斯达克，我们也可以好好感受一下，它的这种上涨的斜率呢是越来越大啊。其实呢，这个就代表着啊，每一次短债务周期的债务的刺激的量越来越大啊。大家可以想象啊，随着这个债务的这种不停堆积啊，你每一次的刺激的量呢都要大过上一次刺激的量啊，才能让这个债务周期呢延续下去啊，才能让这个借新还旧啊延续下去。所以你从资产价格的表现上来看呢，你就会感受到这种斜率的不断的上升。那纳斯达克我们已经看到了啊，这个斜率已经非常陡峭啊，可能在75度到80度这种陡峭的一种状态。那这种刺激呢，导致这个美林时钟周期啊变得旋转越来越快啊。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啊哪一天呢，这个短债务周期啊就会走到一个强弩之末。好，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点，就是当这个美林时钟啊从这个过热期啊，也就是现在我们所预期的通胀预期走向一种滞胀的这个过程中呢，往往股票的表现呢就不会那么好啊，股票更多的是一种盘整，那可能只有少数的跟这个有色金属相关的大宗商品相关的跟 PPI 相关的这些股票呢可能会有一些表现。那整体的股市表现呢像过去的这些牛的板块，消费科技包括医药他们的走势呢可能会比较平庸。那从过热走向这个滞胀滞胀呢最终它还会走向一个衰退那个时候呢就是又可能会回归到一个债券的表现但是这个随着这个美林时钟风火轮越转越快我也时常在想，这样风火轮的旋转会不会过热呢这个机器的旋转越来越快，越来越过热会不会出现问题呢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